此为供奉太岁之神龛。从现在起，你不可离开这里。高颖，我等你好久了。救命啊！哎呀！说了，不要乱跑。发散某一个。二爷，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们需要高颖打开神龛，通过它，我们才能得到太岁。古为难题动画改编自快看漫画墨菲的同名漫画，荣获了第16届动画金龙奖。故事其实讲述了天选之人和天通之人他们在命运支配下的一起去冒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我们的动画的话，将会扎根岭南文化，弘扬都市国潮之美。今天呢，发布这部作品，我觉得我们的压力会小一点。因为据制片人跟创作团队的透露，我们应该很快就要上线了。那迫不及待，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项目组，请各位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好，大家好，我是来自2点10分动漫古为难题动画的导演杨勇。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2点10分的古为难题动画的编剧邹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古为难题动画一直以来的关注，我是腾讯视频的制片人严萌雅。那制片人老师，我们现在赶紧把第一个问题解答了，到底啥时候上片儿？这个是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这个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们应该今天会在今年的秋天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可以在腾讯视频上搜索古为难题进行预约，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消息。好的。秋天呢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杨导，其实现在咱们古为已经进入到了第1季动画制作的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嘛。那要是说回溯差不多我们2年左右的一个制作期，那你希望就是说整个我们的项目去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或者说你希望就是说通过古为这个项目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独特的印象是什么呢？这个作品呢，它是讲述了天选之人和通天之人这种命运交织，然后互相羁绊，然后携手共同对抗宿命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元素嘛，包括那个中式民俗，然后港式的无厘头，还有热血冒险这些元素，是一个充满了岭南味道的作品。我们当时摄制组在制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到广州进行了现场取景的。到时候大家在片中可以看到，像美术学院、兰亭村，还有亿万广场这些以当地原型地标建筑为原型创作了很多场景。动画上线的时候，我们会推出2个配音的版本吧，一个是普通话的版本，然后再就是一个纯粤语的版本。这2个版本，我相信可以跟大家更好的来感受方言的魅力吧。然后我在这里借此机会就跟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片中的取景地进行打卡，可以用我们动画里面的分镜的角度去拍，相信大家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的构图。好的，那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因为古为它是有原著的嘛。那其实肯定会有很多观众会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动画改编的时候，是哪一些做了原著的还原，哪些是做了可能说会有一些微调的改编的一个部分呢？以及就是说，大家其实也都还蛮好奇，就是第1季特别热门的，就是那个大 boss 君然会不会登场呢？我们古为难题的第1季是一共有16集，然后把原著漫画第1卷的故事是全部都讲完了。像君然、佛爷这些重要的角色呢，是都会出场的，请大家期待。
其实古维整体从立项到现在，刚刚有讲嘛，差不多经历了2年的一个时间。包括当时其实咱们在刚开始立项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测试的一个 PV， 那之后才进入到一个正式的一个制作中嘛。那其实回顾就说是此前2年走过的这个艰辛的制作路的话，大家觉得就是说在整个古维的开发中，觉得制作上最大的难点有哪些呢？首先我来说一下就是剧本改编上的难点吧。因为我们既要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古维难题，又要从视听语言的角度上，然后让我们的动画叙事看起来是流畅丰满的。所以我们前期呢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梳理像剧情脉络，然后以及深挖原著的世界观与战斗体系这些设定。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和原著的墨菲老师进行密切的沟通，目的就是想要把底层的逻辑捋清楚，能够做到最小限度的修改剧情，最大程度的还原原著的风味。然后我们也清楚，就是对于改编作品来说，很多原著粉他们都会担心，就是改编会违背原著核心的魔改。这里我们可以向大家保证，就是古维的动画不会有颠覆性的改编，大家喜欢的精髓都会尽量的做保留，请放心观看。另一个挑战呢，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更好的再现原著的美术张力。这一块因为原著非常优秀，我们当时做这个先行 PV 其实就是一种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管是分镜也好，作画也好，美术也好，甚至视效、配乐都做了大胆的尝试。然后播出以后呢，也获得了观众朋友的肯定，同时也收到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吧。然后我们在正片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宝贵的经验，然后探索到了一个可以优化落地的技术方案。在整个故事中呢，它发生的故事包括有3个不同的场景空间。我们对这个3个不同的场景空间都做了不同的配色体系的搭建。一个是现实空间，现实空间其实是角色日常的这些戏活动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写实的再现，然后增加故事的这种代入感和真实感。第2个空间是古代空间，其实是王爷他的回忆的这种一些戏的段落。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用这种国画的配色体系来做的，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做了水墨或者是留白的处理。第3个空间也比较特别，它是我们这个剧情里面的有世界观的这种体现的地方。像神龛那个萨满的幽冥空间，还有高隐的神境，包括佛爷的普渡殿。这一块的话呢，它都是非现实的，所以我们是追求的一种氛围的塑造，更多的是用于那个一些特别的配色、主观的配色，甚至做了非常特别的布光。然后随着后面剧情不断的发展，然后矛盾越来越激烈，我相信这些色彩对比会给大家带来越来越强的冲击力。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太岁的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惊讶。就是说是觉得我们其实当时看的时候都觉得说，可能一开始大家停留在偏就是一开始漫画的那个意象里，整体的色彩啊各方面可能说相对来说没有说那么的亮，或者说是那么的多。但在动画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体的色彩运用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等到片子上线之后，观众们可以来看一下。包括因为现在已经是在制作收尾了嘛。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有跟主创团队有沟通，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去讨论一下我们的第2季的开发，或者说其他内容的一些开发？那这里的话，我们就请那个制片老师来分享一下。好的。这里我来分享一下关于古维后续的一个整个规划吧。首先一个是我们将会在动画第1季接近尾声的时候，会上线一个小的一个番外，它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内容，然后它也会是相对来讲比较轻体量的一个内容，请大家多多期待吧。然后此外的话，像是动画的第2季，其实我们也已经在规划当中了，未来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我们自己其实对这个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如果有什么互动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里面去表达，说不定有一天大家的想法就会成真。
当然，我们也会很期待，就是带给我们的观众更多的一些内容体验。OK， 好的，感谢我们主创团队诚意满满的分享。那期待秋天我们古维的上线。